从疫情开始，只要你什么都不做，就拿着美元，毫不夸张的讲呢，你现在就已经直接不劳而获了。为什么呢？比如说你是个日本人，你身家呢以前有10亿日元，然后你疫情被困在了美国，所以呢你就把钱都换成了美元，然后放在银行收利息，什么工作都不干，就靠利息生活。结果现在你回日本的时候，你却发现你那10亿日元不但没有减少，反而还增加了至少3亿日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你把美元兑换回日元的时候呢，你这美元居然还升值了30%，很开心对吧？我告诉你，2个月之后呢也是一样的，也不要多做什么，就拿着美元，你就会发现更意想不到的事情，就是你从现在开始就可以直接辞职了，不用工作了。这又是为什么呢？很简单啊，如果你现在工作存个10年的钱，然后这钱就直接在10年之后甚至5年之后就化为乌有了，那么你现在还要不要去工作？也就是说2个月之后就会跟现在完全相反，因为美联储将会从升息瞬间变成降息，而且根据历史，它一降呢就会降得很快，这代表钱又开始贬值了，而且是过山车级别的。那么到底怎么办呢？大家好，我是扫地僧。这几年很多人都说房价贵得很不合理啊，所以只要我不买，大家也要合作一起不买，那么房价就会崩盘了。到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一起抄底了，对吧？尤其是中国内地，今年不买呢，明年可能就省出一个首付头款了。然后有的人呢，为了出名，就把内地的这一套逻辑呢套用在全世界房子上，每天就去散布房价的泡沫要爆的资讯。为什么他们敢这么说呢？因为美国这几年升息啦，按照逻辑呢，升息就会增加大家借钱的成本，大家房贷要还的钱就会变多嘛，也就是欠债会变多，那很多人就真的不买房了，然后房价呢就会跌，很理想对吧？结果你会发现，全世界大部分地方的房价，台湾、美国、日本、澳洲、英国等等，都直接创了个新高了。所以各位，风险呢是双向的。当你觉得房价下跌的风险很大的时候呢，你有没有想过房价上涨的风险会更大呢？今天你有一间100万美金的房子，你把它给卖了，然后它跌到了50万，甚至跌到0的时候，你再重新的把它买回来，相当于你做空的房价直接赚了50%，甚至是1倍，对吧？但是你觉得房价有机会跌到0吗？房子不值钱，那还有没有人去建房子卖房子呢？也就是说，市场上你找不到房子买，也找不到房子租，那房价会不会反弹呢？也就是说，房价它就算怎么跌，但只要跌到一个位置，就会有人抢着去买，房价就会反弹。如果房价跌个50%，各位满不满意呢？ OK， 那我们就从投资人的角度算一下这笔投资啊。你投了100万美金进去做空这个房价，最多呢就只能赚个50万左右，那亏钱呢？房价从100万涨到200万有没有可能？涨到400万有没有可能？涨到1000万有没有可能？历史告诉你不难的。如果你把100万的房子卖了，然后它涨到了1000万，是不是相当于你亏了10倍的钱？也就是说，做空一样资产的利润呢是有限的，而亏损呢却可以是无限的。再简单点，你再玩一个赢就赢50万，输就输100万、1000万，甚至1亿以上的游戏，你为了赢50万，承担了无底洞的风险，而且你赌的是最抗跌的房子，能听懂吗？所以我们不讲房价涨还是跌了，就看这个做空这件事，它天生呢就是不公平的。你做这件事呢，就是允许自己输多赢少，而且它跟股票之类还真的不一样。你做空股票呢还可以止损，你做空房价呢是很难止损的。你做空房价，结果就算不涨不跌，你后面想要把它买回来，那么你也要付一大笔买和卖的成本，你都是亏损的。所以很多人说买房的成本很大，那卖房的成本就不大吗？不是一样要付房仲费，有的地方不是一样要交资产增值税，你急着卖的话呢，甚至还要被砍价，要贱卖。最重要的是房贷的压力大，租金的压力不是一样很大吗？所以第一件事，不要轻易的去做空房价。你会发现中国的房地产商现在因为升息，导致之前欠了无数的美债还不起了，房价呢也下跌了，但是他们死都不贱卖资产，哪怕他把房子握在手上慢慢的去卖，而且就算要卖也是卖给财团，不是卖给散户的。所以你可以去笑他们玩杠杆玩到爆炸了，但是你不能不去思考，为什么他们都走到这个地步了，也不会贱卖房产，不去做空房价。因为做空的后果呢，可能比他们破产还严重啊。所以第二，在房地产市场呢，我们不是去预测房价会涨还是会跌，
有的人就会跟你说，今年房价跌，明年房价涨，那么就当他预测成功了，对于你来说有什么好处呢？你要在跌之前卖，然后涨之前买回来吗？刚才说了，一买一卖，你这个成本可能还不能覆盖你的利润啊。而且这个人如果是预测错了呢？你买了以后跌了，或者卖了以后涨了，你找他对你负责任吗？所以预测呢没有什么意义。一路跟我们走在一起的兄弟姐妹都知道，我们要的是计划，是策略。当房价跌和涨的时候，我们都要赚到钱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而第三呢，也是最近必须要知道的，我们要知道趋势。过去几年美联储升息了，那现在准备要降息了，那趋势改变了，我们的计划要不要改呢？而今天第一件事，我必须要跟各位说一声感恩，真的，因为你们一直为我撑腰，为正能量撑腰，所以我们才能走进70万的订阅。我知道获取流量的方式呢有很多，比如说讲大家最喜欢听的负能量的、唱崩房价的，但我还是选择了我认为的正道。在人家悲观的时候呢，我们永远不要看得太负面，因为有抱怨的地方呢，到处都是机会。那么市场给予我肯定，我今天这部影片呢就会回馈给市场答案。如果你是同路人，你也可以选择订阅和点赞，这样无论是我们的资讯或者是能量都可以连接起来了。好了，为什么美国升息，房价还不断的暴涨呢？按道理来说，借贷的利息提升，就是我们要还的钱变多嘛，那么我们都不买房了，房价应该要是下跌才对啊。所以答案呢也很简单，就是升息呢并没有增加美国人房贷要还的利息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升息之前，大部分的美国人都是把房贷的利率锁定在2%到3%之间的，而且还维持个30年。也就是说，就算美联储升息了，现在的房贷利率已经涨到了7%到8%了，但是大部分美国人要付的都是那固定的2%到3%的利息。再简单点来说嘛，就是他们绑定了低的房贷利率，你美联储再怎么升息都跟我无关了，对吧？我合约写了，我每个月就固定还这$1000，那么就算你升息了，那我还是只需要还这$1000啊。所以只有新买房的美国人才需要付这7%以上的利息，其他的都只是需要付2%。也因为这样，大部分的美国人呢都不愿意卖房子或者换房子，因为一旦卖了，重新买的时候呢就要付7%以上的高利率。那么市场上没有人卖房，但却有无数人因为战争之类的原因呢都移民到了美国，宁愿辛苦一点还月供都要买房的时候呢，那房价就只会上涨。因为美国想要买房的人呢，都是求着房东把房子卖给他的，这些人不就是任由宰割吗？所以不难理解啊，房价就会上涨。但这种情况呢是不健康的，房价是涨了，但买房变难了，而且办公室的价格呢就因为升息而暴跌了。上一部影片也讲了，因为升息之后呢，生意就很难做啊，很多公司呢都倒闭了。那这些买了办公室的房东都因为没有人租，还不起房贷，导致了银行的坏账。那么你先问问自己，如果你是美联储手握权力，那你会牺牲掉什么样的人的利益呢？首先，大部分的老百姓就会告诉你，房价太贵了，而我们为了买房呢，都不吃不喝，不敢去花钱了，也不敢去生小孩了，所以你们就不应该让房价再涨，甚至要让房价暴跌，我们都不买，经济呢也会差的。然后呢，那些资本家和银行家就告诉你，房价崩盘了，就会连累我们的身价暴跌，然后引发我们的资金链断裂。银行借出去的钱呢收不回来，就会变成坏账，我们都要倒闭的时候呢，就会引发金融危机，甚至是大萧条。我不给你们带来就业机会，你们连班都没得上的。还有政府呢就会告诉你，房价如果不涨也不跌，那么就没有人买房，也没有人建房，这样我们的地呢就卖不出去，我们的房产税呢也会减少，那政府没钱，国家呢也很难经营下去啊。也就是说，穷人不想房价涨，富人不想房价跌，政府不想房价不涨不跌，那么你怎么选呢？其实很简单了，为什么这个世界97%的财富都掌握在3%的人手上？因为这个世界就是允许这件事发生啊。所以为什么美联储要降息呢？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因为利息变低了，然后就会吸引到更多人借钱买房，然后房价就会继续的涨。这个虽然会让房价变得更贵，但更多的老百姓呢也会从原来的买不起房，那现在因为可以借钱了，所以他们就买得起，他们也会因为房价上涨而赚钱。同时呢，这可以让货币贬值，让大家只要把钱存在银行，你的钱就会变成废纸，所以大家就会想办法努力的工作，让钱去增值。
大家工作都变积极了，经济呢是不是就会变好呢？然后当市场的钱越多，借钱的成本越低，我们这些做生意的、做投资的，甚至银行的利润就会直接提升。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扩张？是不是可以为这个社会带来更多的工作？而地方的政府呢，是不是税收就会增加，然后提供更多的福利给这个社会？而且降息呢，一般都会搭配降准的。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今天你存了100块美金进银行，你以为银行的财富只是多了100块吗？其实它直接多了800块啊！为什么呢？很简单啊，国家有一个标准规定，银行要保留这100块里面的10块，也就是10%作为储备就好了。其他的90块呢，都是可以借出去赚钱的。于是呢，有人就借走了这90块以后，又把这90块存回银行，然后银行呢又要保留这10%，也就是9块，然后就可以把这个81块又借出去了。结果就是兜兜转转，这个81块又回到银行里面了，然后就是不断的借出去，最多就可以借个8倍左右的本金。也就是说，你这存进去的100块，银行可以当做800块来借出去。而所谓的降准呢，就是降低储备的标准。刚才的100块不是要保留10%作为储备吗？现在只需要保留8%、5%甚至1%，那么这100块就可以当做900块、1000块来借出去了。也就是说，市场上的钱呢，瞬间就会感觉变多了，但其实呢是没有的，还是只有100块，只不过这钱的流动性就会变大，钱呢也会变得不值钱。所以这里面的答案就很明显了。降息要牺牲掉的是谁的利益呢？就是那些把钱放在银行里面的人啊。这时候有人就会说啊，你讲的我都懂啊，但我买不起房啊。那讨论降息的房价这些有什么意义呢？确实是没有意义的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只要你手上有1-2万美金以上的闲钱，你在接下来开始的2个月，你更不应该把它放在银行，因为没钱的人呢，才需要投资，用自己的精力、时间，还有为数不多的筹码呢，去换一个可以翻身的可能性。你本来就一无所有了，没什么可以失去的，大不了就是重新来过嘛。但是我不会让你重新来过的。我问你，你有没有看见过一个卖菜的扫地的阿姨拥有几套房子呢？你再看看这个新闻啊，你现在还觉得他们是靠卖菜扫地来赚钱的吗？可能你读的书呢比他们还要多，但赚钱省吃俭喝下来，不要说一套好了一点的房子了，连一个厕所都买不起。灵魂拷问，你甘心吗？我告诉你，真正让阿姨们财富自由的，不是他们用来消磨时间的那些扫地啊卖菜的工作，而是他们把握时机投资的股票。记着，财富从来不是对勤奋的回报，而是对认知的奖励。所以如果你手上有1-2万美金以上的闲钱，但是这是你很辛苦存回来的，你更不应该把它暴露在风险之中，而是要去学会步步为营，只在最简单的牛市、暴涨的趋势里面去投资，然后在你看错方向和趋势的时候，做出最低风险的止损。而且我们不但要玩大概率会上涨的游戏，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玩高赔率的游戏。简单来说，今天我们抛硬币，我不但会知道有60-70%的概率会抛出正面，而且如果我猜对是正面的话，我赚就赚100块。但如果那30-40%的概率让我猜错的话，我亏呢就只是亏1块。如果你希望学习这套规则和方法，接下来呢，我送你一份福利，只要你是我的粉丝，你就可以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免费报名我快要下架的2024年最新的股票投资班吧。所以第一件事呢，要搞清楚，降息的话，市场的钱呢就会变多了。那我们要钱还是要资产？要钱还是要房子呢？这几年美国升息，我影片呢就一直教大家把钱换成美元或者是港币，而现在一旦降息了，我就会反过来把钞票换成资产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了解趋势，而不是去预判房价要涨还是跌。而全世界除了美国之外，大部分地方的房贷利息呢都是浮动的。比如说今天我要还1000的利息，明天政府升息了，那我就要还1500，对吧？但是你会发现，台湾、日本或是其他大部分的地方，他们是升息了，但升的不多，也就是大家还房贷的成本没有增加很多。这也是我1年前影片讲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美国升息了，其他国家不跟着升的话，投资客呢就会可以从其他的国家用低的利率借钱，然后放到美国收高利率的利息，所以其他的国家呢就只能跟着升息，但又不能跟着太多，因为升息呢会打压经济，随时会刺破泡沫崩盘。也因为这样，很多地方都只是象征式的升息，但并没有打压到房价趋势。
钱呢也被吸走了，只是说没有那么厉害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全世界大部分地方对美元都是贬值的，唯独香港，因为香港要跟美元挂钩，简单来说就是要永远保持1美元换7.5港币左右的汇率，它不能1美元换100港币，那这就不是挂钩了。所以香港就大幅度的升息，导致了香港的房价出现了10%到20%的回调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在这几年在香港买了4套房子的原因。为什么全世界的房价都涨，但是扫地僧你却要在房价下跌的香港买啊？很简单了，因为原来我的钱只能买3套，现在能买4套了。其他的地方了，我钱本来能买4套的，现在只能买3套了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我说过很多次了，我买房的目的呢，就是租出去赚被动收入。那么以前我在香港付一半头款首付，然后月供房贷，刚好是等于我的租金的。而现在呢，因为香港人不敢买房了，都抢着租房子了，结果我的租金收入直接提升个20-30%，我现在租金是大于房贷的，相当于我的租客帮我供房子，我还有钱赚。很多人说啊，香港的房子租金收入很低啊，只有3%。对，1000万的房子呢是3%的租金回报，但我买1000万的房子，我不需要付1000万啊，我只需要付一半，也就是500万啊。也就是说，我的租金收入是6%左右，而且现在还涨了。最重要的是，如果说香港的整体房价跌了20%，但核心蛋黄区的房价呢，只是跌了10%左右，我买回来的时候去砍一下价，再比这个市价低个5%到10%去买，我是不是有一条巴菲特说的护城河安全网呢？就是香港核心蛋黄区的房价再跌个5%到10%，我才有可能开始亏钱。但别忘了，我这1-2年过去呢，就已经赚了1-2年的租金收入，但房价呢还没有跌到我的安全网啊。这就是我说的买房的策略。每个人的投资风格呢都不一样，就好像我买股票、比特币、黄金之类的，我都是顺着上涨的趋势去买的，100块买进，200块卖出，对吧？但是房地产对于我来说，我是会长期持有的，低买高呢也不会卖，因为我不是要赚差价的钱，而是源源不绝的租金收入，也叫做被动收入，而且这个被动收入呢是不断提升的。很多人现在都觉得啊，我为什么要买房啊？一套房子买了，让我背了一身的债务。那如果我有100万美金，我为什么要去买房呢？为什么我不把它放到银行里面，或者是美债里面？那现在都有5%的利息了，也就是我1年有5万美金了。这每年5万美金的利息收入，我可以把它用来租房子住啊，我不需要承担任何的风险。到期了，我还可以把这100万美金拿出来，对吧？谁说房子一定要用买的？这个呢，我是很认同的。房子呢，不一定要用买的。我自己以前呢，有很长的时间都是买了很多蛋黄区的房子，然后租出去，自己呢就租一间便宜一点的房子或者是酒店来住。但为什么我们要知道趋势？趋势是什么呢？降息啊，钱会不值钱啊。那么你美债和存在银行的回报会不会调整？会不会降低呢？如果你选择租房，那么请问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有没有试过房东愿意减房租的？很少吧，整体租金呢都是涨的吧。今年收你5万美金，5年之后可不可以收你6万、7万、8万？你回想一下，房租翻了多少啊？我们很多人都敢说房价会崩盘，但你会发现几乎没有人说房租会崩盘啊，对吧？那我们就当房价不涨也不跌了，租金呢就一直涨，那会怎么样呢？一开始呢，我们的租金会等于月供，房客呢会替你供房子，后来租金就会大于月供。再后来呢，租金就会远大于月供，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租房子的人一无所有了，财富被转移了，帮房东供了套房，买了套房了。所以租房还是买房的根本原因呢，不是什么租房没有归属感，而是说短期租房呢可能是赢的，但长期一定是输的。还有一开始我也说了，这房子买卖的成本是不低的，所以不能快进快出的。炒房的时代已经早就过了，玩法呢也要灵活一点。所以为什么一家公司可以倒闭？大部分的人买股票却喜欢捡便宜货，但房子不会跌到0，除非是战争的时候。但大部分的人却不喜欢捡便宜货呢？很简单，因为买房这笔投资的资金量是比买股票大的，大家就觉得风险就很大了。但一开始也说了，风险是双向的。历史告诉我们，房价趋势长期来说都是上涨的，在上涨的过程里面呢，就会有回调下跌，但最后呢，还是会修成正果的。也就是抗跌性是很高的，所以我敢去做空股票、做空外汇、做空比特币。
但我永远不敢做空房价。当然，很多人说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，不能一成不变了，因为人口下降了，少子化了，大家买不起房，就索性不生小孩了。那日本呢？少子化够严重了吧？人家还经历过2次经济的大萧条了，但东京和蛋黄区的房价每年都还在不断的突破新高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1/3的日本人都是住在东京这一个城市里面的。对啊，它全国的人口已经连续减少了12年了，但东京的人口每年却在增长的。日本的房子是过剩了，太多了，住不完啊，但东京的房子根本是不够住的，所以东京的房价才会不断上涨。也就是说，一个地方人口随着经济的进步呢，慢慢的就会变少，但人呢会慢慢的住在一起，大家都会涌进去核心城市的蛋黄区居住，其他的地方呢就会只剩下一群老人，这个呢就叫趋势。所以之前说过的话，过去这么久了，我还是没有变，我只投资蛋黄区的房子，其他的我都不会碰，这就是我投资房子的策略。当然有的人听不懂，有的人不认同，我也没有鼓吹大家去买房之类的，也没有接什么业配，更不是说特别喜欢香港，因为我也不住在香港。但是我想要说的是，我每天都睡得很安稳，因为我的策略让我很舒服，我的财富不受任何影响的增加了，这个就已经足够了。那么讲完房子，我想要公开一下我前几天写给我弟子的家书，延续上一集关于降息对股票影响。这几天呢，美股纳斯达克的大盘都出现了跳空级别的暴跌，1周左右呢就暴跌了 8% 了。那么当大盘大跌了 8%， 个别股票应该都是亏损超过 8% 以上的，也就是代表说，基本上我们都已经要卖出大部分的股票了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虽然大盘呢还是处于上升的阶段，但依然呢还是可以出现很大幅度的下跌调整的。但是这一次跟之前不一样的是，它是跳空级别的下跌，也就是大部分人都不问价格，一开盘呢就抛售股票，而且没有人承接。在牛市里面出现这个信号呢，超过 80% 的概率就代表是大户出货的最后痕迹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最理智的做法就是跟随我们买入之前的策略，做好风险管理。而大盘呢在18500左右呢，就是这个上升通道的底部，到时候有机会会出现一波反弹。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呢，我们更多想要知道的是大盘会不会跌破这18500的位置。一旦跌破了，那美股上升的趋势就等于宣布结束了。这个时候大家就要停止交易美股，因为趋势已经改变了。其实如果你一直有 follow 我 YouTube 的影片，最早的时候呢是3个月之前，我已经开始慢慢的卖掉大部分的美股，只剩下一点小钱去做超短线的交易，然后专注于更新课程。而这1个月之前呢，我在多次的出影片警告各位，一定要注意美股的崩盘信号，交易呢要变得保守一点，甚至说不交易，持有现金。因为赚钱最简单最快的时候已经过去了，现在已经进入了牛市的第3阶段，也就是高潮喷发期。股价虽然会涨得很快，但同时呢也会跌得很快，也就是波幅会非常的大，风险也会提升，我们的止损也会变多。这样对于新手来说操作会比较困难的，而对于老手来说赚钱也不会说因为涨得快而变多，所以手痒呢还是可以去操作。毕竟美股还是处于上升的阶段，但投放进去的资金和买卖的股票呢都要大幅度的减少，这就是我最近3个月一直提醒大家的事情。而我讲这些话呢是冒着极大的心理压力，因为美股一直在涨，无数的酸民就会一直攻击我，因为当他们都在无脑买进，情绪高涨，希望越涨越多的时候，我去提醒他们，相当于我跟他们唱反调，甚至说我现在讲这些话都会有人觉得我是在马后炮。但是影片为证，不能造假，甚至说这种人该怎么想就怎么想吧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，对吧？我只是把我观察到的风险提醒各位同路人，我本来就不欠任何的人，只是希望透过自己70万订阅的影响力，人就一个就是一个。而我这个人呢只看结果，那么结果就是这3个月里面有2次大盘调整了 8%， 我们买最多的 Nvidia 第一次暴跌了 20%， 这一次呢暂时暴跌了 18%， 代表着你100万进去80万出来，这些风险是我们不能承受的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当一个有计划、有系统、有理智的投资者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希望大家可以避开暴跌的陷阱，真的我爱你们。而这一份家书最后弟子们给我的反馈就是，他们大部分早就已经获利离场，避开了这次的陷阱了。真的，我真的很安慰，因为我一直很担心大家没有看我的影片，或者是贪心恋战之类的。但如果你还不是我的弟子，
如果你错过了判断趋势的方法，如果你已经亏损了很多了，如果你没有一个投资的策略，如果你在股市里面长期输钱而不是赢钱，那么你一定要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报名我的免费投资班啊。好了，降息的话题呢还没有结束，因为很多资产的牛市即将到来，这里面有什么特征和提醒呢？所以你预期后面的影片将会非常的精彩，因为是重中之重。好了，接下来我影片上架的时间会更改一下，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、企业家、投资家、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。如果你不想要错过的话，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，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。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有什么问题呢？可以给我留言，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-2句话是有用的，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呢，我就已经非常心满意足了。好了，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，拜。